我是天生坏种，却托生到崔氏这等清流世家。哇，小宝宝，父母恩爱，大哥宽厚，长姐温和。爸，那我无处安放啊！很快，爹娘就知我秉性，从此不敢让外人见我。但及笄礼后，爹娘再也藏不住我，只得带着我出门赴宴交际。没想到刚出门就撞见不长眼的东西，把主意打到了我长姐身上。我一剑捅死风马，转头把风马眼珠子挖出来，换到闺女的餐盘里。那闺女当场吓尿，失了仪态，彻底被家族厌弃。后来，我陪娘去书院给大哥送衣裳，又碰到大哥同窗，跟他告白。你我同为男子，当读书用功，考取功名。我打眼一瞅，就知道那同窗嫉妒大哥学问好，想在秋闱前乱他心智。我转头就把他写给大哥的情诗改造一番，转送给最厌恶南风的镇北王。据说秋闱时这同窗都没能出来，更遑论什么前程了。可怜我为这个家操碎了心，爹娘却越发犯愁。阿婉，我们该拿你如何是好啊？娘，怎么了？我有什么不好吗？阿婉，你大哥在官场战战兢兢，唯恐行差踏错一步，若被人知道家中妹妹心狠手辣，只怕会成为攻击她的软肋。你长姐也正和小侯爷在议亲，若被婆家知道你如此睚眦必报，恐怕会耽误你姐姐的婚事啊。阿婉，为了你兄长和姐姐的前程，你好歹装一装吧。家人待我好，我自然投桃报李。好，1年时间，我不过略施小计，就立成了京中有名的人淡如菊。谁料人设立的太成宫也惹祸，竟引得太子亲自上门提亲。东宫那是吃人的地方，阿婉的秉性，我怎么敢把家里这个大祸害送过去啊？太子燕郎跟侧妃沈绿莹情深意笃，若非沈绿莹是土匪头子之女，身份不高，这太子妃之位非沈绿莹莫属。燕郎不愿心上人受委屈，所以千挑万选，选了我这么个名声在外的软柿子做他的表面太子妃，想得倒挺美。公公，别搬了，劳烦您转告殿下，小女福薄，怕是担不起这太子妃的重任。燕郎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惯了，这辈子最大的挫折就是不能册封心爱的女人做正妻。如今我小小的崔家敢拒绝他，一怒之下给我大姐夫赏赐了8个美艳的侍女，又让我大哥暂时赋闲在家。崔大人请留步，上头有旨，您休步1月，暂不用上朝了。这还不够，狗太子还亲自上门来敲打我。崔婉，若非绿莹身份太低，太子妃的位分根本轮不到你坐。我心中的妻唯有她。你入门后不得与她为难。糟了，阿婉又要发作了，这可是太子啊，顾不得崔家名声了，小命要紧。殿下，阿婉性子乖张，甚至有些暴虐，实在不适合入东宫。她平日里那些名声都是装出来的。崔大人，你是为了保住崔婉，连长子长女的前程都不要了吗？殿下，臣所言句句属实，无不。住口！欺君乃灭族之罪，你崔家有几条命够砍的？好家伙，原来我人淡如菊也护不住兄长姐姐啊！那还等什么？坏种守则第1条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阿婉愿入东宫，还请殿下大人有大量，宽恕阿婉的家人。
住手！任何人不得对侧妃无礼。若侧妃伤了一根汗毛，我拿你们试问。怪种守则第2条。救侧妃！来人，快救侧妃！不要她有任何闪失！殿下，外头可是有刺客，您没受伤吧？谁又会怀疑一个柔弱无依的新嫁姬呢？刺客凶猛，沈绿营为护我们，被烈马踩伤。姑要先带沈绿营去看太医，婚事一切从简。侧妃怎么样了？天可怜见的，好好一个人怎么就被马踩伤了？伤口严重不严重？今日多亏了沈侧妃，来日崔婉必定亲自道谢。侧妃身子重要，崔婉能理解的。怪不得都说太子对侧妃爱若珍宝，今日明明是侧妃大闹太子妃的婚礼，甚至差点伤到了太子妃，太子却能颠倒黑白，把侧妃说成是救人的英雄。谁人不知太子妃不争不抢，人淡如菊？不然你以为崔婉凭什么坐上太子妃的位置？大婚日就被太子冷落，日后这太子府有好戏看喽！就是说啊，谁人不知我崔婉人淡如菊，不争不抢？马被刺伤，沈绿鱼坠马被踏，就算调查个100遍，也不会有人怀疑到我头上。新婚夜和我设想的一样，夜郎直接宿在了沈绿营房中。坏种守则第3条，绝不委屈自己。姑娘不等太子殿下来了。燕郎，他今晚不会来了。大婚之日，太子不入洞房，您来日在这东宫如何自处？要不，老奴去偏殿请一请，就说您受了惊吓。嬷嬷，不要做无用功。今日大婚我累极了，只想睡觉。好嬷嬷，你就帮我拆了吧，让我安心睡一觉，好不好？老奴在门外守着，万一殿下过来了，也能及时汇报。嬷嬷穿后些，别冻着。燕郎若能来，连我都要瞧不起沈绿营的手段。嬷嬷，出什么事了？说吧。没。沈绿荷死了，还是燕郎病了？哎呦，我的姑娘，可不敢如此说话。沈侧妃没死，是昨晚查出了1个多月的身孕。沈绿营手段果然了得，这一胎来的还真是时候。燕郎又喜又忧，恨不得把整个太医院都薅来，唯恐他的心肝宝贝出差错，担心之余还命人彻查是谁暗箭伤人。沈绿营纵马伤人是理所应当，旁人反击就是罪该万死。这套逻辑跟我的坏种逻辑一样感人，不愧是我的亲亲夫君，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小姐，帕子已浸透了姜汁。坏种守则第4条，走敌人的路，让敌人无路可走。殿下，绿营妹妹的身子可无碍，妾身听闻妹妹怀有身孕，不知胎相可稳。不搭理我，正好，更适合待会儿卖惨。
妾身本不愿打扰，实在是今日是新妇入宫请安的大日子，昨日婚礼从简，又没入洞房，妾身今日实在不敢单独入宫拜见父皇母后。世人皆说你崔家女人淡如菊，怎入门第一日就如此聒噪扰人？怎么，你如此急不可耐，想要跟姑洞房？死燕郎，你尽管得意，待会进宫，我一定让你这太子位子坐得如坐针毡。有完没完？哭丧呢？大早上的在我门外哭什么哭？哼，若不是为了护你，我怎会怀着身子受伤？你倒有脸哭？你们京中贵女除了矫情还会什么？开口闭口就是洞房，我和孩子危在旦夕，你还要缠着燕郎哥哥欢宜？崔婉，你有没有心？太子妃，您这眼睛……阿婉失礼了，求姑姑别看阿婉这副鬼样子。殿下，娘娘让老奴来看看新媳妇，老奴倒不知咱们东宫的太子妃竟是这般过日子的。姑姑，姑只是传皇后娘娘懿旨，侧妃审视大婚日荒唐胡闹，差点伤了皇孙，娘娘很是后怕，命侧妃亲自抄写《金刚经》5遍，静思己过。姑姑，绿莹她还怀着身孕。殿下，爱宠侧妃也该记长远。太子府这2日的荒唐，淑妃以添油加醋禀告了圣上，孰轻孰重，殿下总该清楚吧？这2日姑关心则乱，委屈了太子妃。姑素闻太子妃人淡如菊，必定不会像普通妇人般拈酸吃醋吧？那肯定不会。坏种守则第5条，打蛇打7寸，拈酸吃醋有什么意思？狗太子你不痛，怎么对得起我这江之辣出来的眼泪？妾身与殿下夫妻一体，绝不会给殿下添堵，才怪。哎呦，可怜见的，大婚日独守空房的滋味不好受吧？瞧这眼睛都哭肿了呢。规矩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！崔家满门忠心，你大婚之日却这样欺辱崔家的女儿，你让朕如何面对崔青？你让我皇家如何堵住这悠悠之口？堂堂太子一点城府都没有，为了个不安分的妾，闹得前朝后宫人仰马翻，太医院都差点被你翻个底朝天，你可还有处决的样子？好时机！父皇请息怒，殿下昨夜去沈侧妃房中，实则是阿婉的主意。阿婉听闻侧妃妹妹怀有身孕且胎气不稳，心中实在担忧皇家子嗣，是阿婉再三劝说，殿下才勉强一步。殿下仁厚体恤，阿婉敬佩不已，求父皇莫要责罚殿下，把我知书达理、人淡如菊的模样演足了，这软肋才好捏得更死。皇上息怒，这时辰丞相已经等在御书房了，莫要为了小辈的事耽误了国际。你呀，好自为之。你胡闹也得有个度。若非本宫提前拦截了这画本子，等淑妃那贱人再添油加醋递到御前，你这太子之位还要不要做了？燕郎，你喜欢谁不好，非要弄个土匪头子的女儿做侧妃，做也就罢了，你就不能低调些？当年剿抚你攻不上寨子，利用男色勾搭沈绿莹，这才从内部把山寨一网打尽，这难不成是什么很光荣的事？还被人撰写成画本子？你是怕沈绿莹忘记你利用她的过往，还是怕世人不知他们尊崇的太子殿下是个窝囊废，只能靠美色成事？哦吼，看起来皇后是不拿我当外人，这么信任我。但我们坏种有自己的逻辑，所以皇后娘娘是在考验我。崔家乃清流世家，家中子弟皆方正有出息，阿婉更是女子闺中典范，她不争不抢，燕郎你就当真欺负她。是儿臣孟朗了。母后息怒，孙子刑法都有个美人计，咱们殿下因势利导，不费兵卒就拿下清风寨，消了我大楚心头大患，
人说行大事者不拘小节，我大楚有此储君，乃是百姓之福，此乃投诚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殿下于天下大义无损，心中却始终觉得亏欠了侧妃，所以才忍不住多宠她些，这也是殿下重情重义的表现。今日得知侧妃对殿下的帮扶，妾身很是钦佩和羡慕，恨不能多为太子做一些事，此乃表态。阿婉真是不负人淡如菊之名。既然太子妃如此大度，燕郎你也该有个张楚，务必让阿婉尽快怀上孩子，以堵外头悠悠之口。其实我是有些恶心的，但掀桌子也得有筹码，就当是被蚂蚁蛰了吧。坏种守则第6条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。我们坏种向来能屈能伸。瞧瞧，这都连续多少日子了，殿下回回下朝都直奔咱们太子妃这儿。可不是嘛，宫里催得紧，说是非得让太子妃怀上嫡子不可。看这样子，咱们这位主子才是真受宠，那位侧妃怕是要失势喽。嘘，小声点，那位侧妃心眼小着呢。殿下，你快去看看吧！侧妃腹痛难忍，说要打掉腹中赤子回清风寨，再也不在京城碍您和太子妃的眼了。什么？绿莹要走？沈绿莹享受惯了独宠，眼睁睁看着燕郎跟我日日洞房，她如何能忍？沈绿莹，你再这么作下去，就真的死定了。姑娘，您这是快传太医！恭喜太子妃，你已有1月余的身孕，筹码终于到手了，可以开干了。姑娘，您有孕的消息，老奴已经按您的吩咐，悄悄送入宫，交给皇后娘娘了。那就等着好戏开场吧。殿下，侧妃娘娘又腹痛了，似乎孩子情况不好，殿下您快去看看吧。孩子怎么了？你们怎么伺候侧妃娘娘的？殿下，皇后娘娘急召，说有要事上要，请殿下即刻入宫，不得延误。告诉侧妃，我回来便去找她。等你回来，早事已成舟。燕郎哥哥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。琳琅姑姑，怎么是你？殿下呢？娘娘听说侧妃腹痛难忍，特赐下补药，让老奴亲眼看着侧妃喝下去。这什么药？我不喝，我要见殿下！燕郎哥哥救我！由不得你。皇后娘娘不愧是宫斗圣者，果然铁手腕。崔婉，竟是你！燕郎哥哥若知道你杀了我们的孩子，绝不会放过你！你蛇蝎心肠，不得好死！燕郎哥哥爱我，你生的孩子永远比不过我的！我严重怀疑沈绿莹脑子有病，不然怎么都开始说胡话了？侧妃还做梦呢。我们娘娘说了，侧妃天真烂漫，生孩子会搓磨掉侧妃身上的纯真，所以令奴婢在这味堕胎药中加了绝子药的成分。侧妃日后再也生不出孩子了。不可能，是崔婉，肯定是崔婉买通了你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老货！崔婉，你这个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，给我的孩子抵命！沈绿莹还是不懂，以她的身份，这个孩子若是生下来，那就是去母留子。沈侧妃失心疯了，还不把她拉开，莫要伤了太子妃和嫡皇孙。谁给你们的胆子，敢对姑最爱的女人动手？谁给你们的胆子，敢
对姑最爱的女人动手！燕王哥哥，是崔婉，他恨我占了您的宠爱，不仅杀了我们的孩子，还给我灌了绝子药。绝子药？坏种守则第7条，根据不同场合，随时随地编瞎话。眼睛好辣。崔婉，这就是你的人淡如菊！你居然敢害皇孙，还给绿莹下绝子药，为什么？就因为绿莹多次从你处叫走姑，你就要这样报复吗？殿下既然心中已有定论，那妾身若说对此一无所知，殿下可会信阿婉的话？殿下息怒啊！太子妃如今有孕在身，万不可情绪激动。你怀孕了？太子妃自幼不争不抢，性子恬淡，如今好不容易有了孩子，又怎会对别人的孩子下手？这是……燕郎哥哥，别听他胡说，他在演戏。就算你怀孕了，可你也是要做母亲的人，为什么就不能体谅绿莹，非要赶尽杀绝吗？绿莹她无父无母无亲眷，整个清风寨的家人都没了，如今只有腹中这一个骨肉，你们就真的容不下吗？狗太子，他无父无母，不是你杀光的吗？道德绑架上我了。奴婢来太子府前，皇后娘娘就料到殿下会冤枉太子妃，责难奴婢。娘娘特意让奴婢带来口谕，若听完口谕，殿下依旧觉得奴婢有罪，那奴婢便由殿下随意处置。但太子妃对此事一无所知，且刚刚怀有身孕，请殿下万不可迁怒于她。把侧妃送回去，叫最好的太医，快去！好，你说，姑听着。沈侧妃这段日子一次次以腹痛为由叫走太医，闹得动静极大。殿下可知淑妃在皇上耳边说了什么？淑妃说您身子骨不行，所以子嗣才会如此孱弱，回回都要请全太医院去保命。皇上选储君，除了才干，最看重子嗣传承。这些年淑妃盛宠，连带着淑妃所出的七傲子也格外受皇上喜爱。若您纵容沈绿怡如此胡闹，在皇上那儿留下一个不堪重用的印象，令亲者痛，仇者快，那么娘娘多年筹谋都将付诸东流了。可那是我和绿莹第一个孩子，是我期盼了那么久的孩子，你们怎么能不经过我允许就除掉他？母后张口筹谋，闭口大义，她可曾在意过我？我是个人啊，她杀死的也是她的亲孙子。太子，娘娘所做一切都是为了大局，您怎么就理解不了？就算绿莹这胎不稳，母后为了大计不得不除掉，那为什么要为绿莹吃绝子药？绿莹为了我背叛整个清风寨，失去了所有亲人，她在这世上只有我了，你们为什么要断送她最后的希望？蠢货，亏我前些日子还把他引为坏种知己，真是我坏种路上的羞耻。他跟沈绿莹之间隔着的是清风寨几百口性命，如今沈绿莹被恋爱冲昏了头脑，自然被他牵着鼻子走。但当爱情的屏障消失，赤裸裸的现实处在他们之间，他怎么保证沈绿莹不会恨他？殿下，您觉得这一碗药狠，可若没这碗药，您宠着沈侧妃胡闹，就是把刀子往淑妃和七皇子手里递呀！娘娘这是在保您的命。沈侧妃身份卑微，若真让她生下长子，那便是您一辈子的污点。殿下，您清醒些吧。奴婢言尽于此，需回去给皇后娘娘复命，先告退了。不，绿莹比母后还要在意我、爱我，我不会丢下她。琳琅姑姑把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跟他说，可惜这蠢货一个字也听不进去。那有些事不得不开始谋划了。为了缓解沈绿莹的心情，燕郎疯了。今日带沈绿莹去东山酿杏花酒，说要让她喝出家乡的味道。明日领沈绿莹去南溪集山泉水，
说只有这水煮茶才不伤喉咙。魏博他一笑，燕郎更是听取幕僚的建议，搜寻沈绿妃家乡的戏班和手艺人，命他们日日表演给他看。信送出去了吗？姑娘放心，送出去了。老爷和少爷已按您的意思安排妥当。如今外头茶楼酒菜都在议论殿下宠妾灭妻、罔顾礼法。他燕郎为讨沈绿营欢心，将戏子手艺人圈养在府，这可不是我造谣，不过是让更多人知道事实罢了。我要这京城所有的御史寒门子弟都刮起一波换太子的风潮。燕郎，既然你喜欢演情种，我就让你这情种的名头彻底埋了你的前程。皇上，近日御史台及民间对太子殿下颇有微词。燕郎，你父皇因你近日之事震怒，本宫就问你一句，在这皇位和沈绿英之间，你到底选哪一个？母后，您这是要逼儿臣亲手杀了自己的爱人吗？蠢货！本宫何时让你杀了他？我是让你暂时先冷待他，把他的院门先关了，断了与外界的往来。只要你坐稳了那个位置，来日……皇后话未说尽，但人人都懂了。来日燕郎登基，宠谁不过是一句话的事。可儿臣已经很对不住绿颜了。母后，您曾经说过，女儿家的心思很单纯，但也很脆弱，经不起一次又一次的伤害。儿臣好怕，来日登高望远，我却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。我牙疼，气的。狗太子狗燕郎，你在放什么屁？本太子妃身体康健，长命百岁，你咒谁呢？我和崔家如今都绑在狗太子燕兰这艘船上，给他吃个教训就够了。暂时燕兰还不能出事。娘娘，绿姨妹妹是殿下在意之人，妾身不想让殿下为难，不若就让妾身做个保，帮着一同约束殿下和妹妹，求娘娘再给他们有情人一次机会。阿婉，你不负人淡如菊这称号，来日论功行赏，我绝不会忘记你如今的大度和宽容。好了，起来吧。也就是阿婉给你求情，你父皇那儿我只能安抚住一次，再不安分我也保不住你，听清楚了吗？谢母后。可惜我在宫中磨破嘴皮子，才为沈绿英争取下自由，全被他拿来对付我了。绿莹，今日天气凉，你怎么穿得这么轻薄就出来了？快回去。殿下，绿莹知道自己人微言轻，不讨父皇母后喜爱，但我沈绿莹丁是丁，卯是卯，就算死，我也要揭穿崔婉的真面目。绿莹，你闹够了没有？刚刚母后要关公，彻底限制你的自由。若非阿婉为你求情，你哪还有机会在这里构陷他？好，原来我做的一切都是我在胡闹。你说你父皇母后不喜我，你说母后要把我关起来。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沈绿莹为什么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崔婉，你看看他是谁？拿着这些钱，今晚就出城，以后永远别回京城。多谢太子妃，小的一定走得远远的。崔婉，张幕僚你不陌生吧？当初您利用张幕僚嗜赌、急需用钱的弱点，买通张幕僚，让他撺掇殿下行荒唐事，搜罗什么家乡戏盘，陷我于不义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崔婉，
为着这些戏班子和手艺人，孤被父皇指责耽于情爱，胸无大志，甚至差点失去太子之位。这一切的诱因，竟出自于你！我没想到性子鲁直，一直被我牵着鼻子走的沈绿仪会查到张幕僚，真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殿下，好疼！你有太子妃的尊荣，有子嗣傍身，到底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我们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那么做？夜郎哥哥，你问这些不是多余吗？为什么？还能为什么？崔婉的人淡如菊、不争不毛都是装的。张幕僚受不住良心的粉责，说出真相后，我就总觉得自从崔婉嫁过来，就哪里都不对劲。我顺藤摸瓜往下查，夜郎哥哥，你猜我查到了什么？大婚日刺杀烈马的短剑，之所以查不出来历，是因为这绣剑是崔婉亲自设计，找能工巧匠独家定制的。绣剑是你的？糟了，还不止这些呢，把人都带上来。被母后诟病的那个画本子，也根本不是意外，是崔婉命这书生亲笔写出来的。还有咱们的孩子，燕郎哥哥，那是我们的骨肉啊！孩子，琳琅姑姑亲手端来的堕胎药，此事确实跟崔婉无关。燕郎哥哥，都这时候了，你居然还信他？他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？堕胎药是母后赏的不错，但百事有因才有果，我只不过叫了几次太医，怎么我胎相不稳的消息就那么巧被淑妃精准利用了？这一切皆因为崔婉买通了淑妃院中的洒扫宫女锦书，一次次不经意的把消息传到淑妃那里。侧妃饶命！殿下，崔婉此人心机深，善伪装，心肠极其歹毒。侧妃饶命！若没有他兴风作浪，您和母后何至于如此被动？更可怕的是，在您和母后焦头烂额时，崔婉的父兄在朝堂大肆支持七皇子。我怀疑崔家早就投靠了七皇子，崔婉嫁进来就是为了报复您曾经对崔家的威胁。殿下饶命！侧妃娘娘饶命！贱人，你居然敢算计姑和绿营！大意了，我到底被崔家保护的太好，把沈绿营想得太弱，竟把所有的破绽和命脉都交到了对方手上。此招若不能善了，父母哥姐都要被我拉入深渊。走，跟姑去见母后，姑要亲自给绿营洗刷冤屈，让母后看看你到底是什么货色。怎么又回来了？还把这个沈绿衣也带来了，就不能让本宫清静一会儿吗？母后，我们都被这个女人骗了。那些戏班子流传的话本子，甚至沈侧妃胎相不稳的消息精准传给淑妃，全都是崔婉在背后一手操控。你说什么？不仅如此，崔家父兄在朝堂上大肆扶持七皇子，说不定崔婉嫁入东宫，根本就是为了报复咱们。她是七皇子埋下的奸细。母后，夺嫡路上是容不得心慈手软的。崔婉来者不善，咱们必须永除后患。这一刻我才发现，这个平时被我耍得团团转的燕老，也有这样森冷的气势和威严。崔婉，太子所言可是真的？你可认罪？沈绿营准备周全，我若急赤白脸的争辩，这人淡如菊的大旗就倒了。臣妾实在不知沈侧妃是从何处搜罗的这些人，妾身百口莫辩，请母后和殿下相信臣妾。
呸！崔婉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好抵赖的？看在你孕育子嗣的份上，姑会等你生下孩子，到那时给你一个全尸，你就安心去吧。安心，安心你个大头鬼！母后，儿臣不知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构陷儿臣，儿臣只想求母后再给儿臣最后一个机会，让儿臣好好问问这些人，儿臣到底哪里得罪了他们，要让他们如此置儿臣于死地。不行，谁知道你会不会搞鬼？沈侧妃在怕什么？我就在母后和你的眼皮子底下问话。我一个怀着身孕的弱女子，众目睽睽之下，能搞什么鬼？准。本宫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。你们跟我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构陷我？沈侧妃是不是威胁你们了？你们尽可放心，就在这大殿之上，只要你们说真话，我绝不为难你们。皇后娘娘恕罪，殿下恕罪，都怪小的贪图富贵，为了一己私利，污蔑太子侧妃，那些话全是小的们胡编乱造的。你说什么呢？你之前不是这么说的。小的也是乱说的，贵人饶命。奴婢也是编的，皇后娘娘恕罪。你们胡说，明明是崔婉威逼利诱你们，你们才助纣为虐的。沈绿莹，我可是天生坏种，威胁人证这种事，你哪有我有经验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母后，一定是崔婉给他们下了什么迷魂药，把他们迷得五迷三道。皇后和殿下都在，你们还有什么不敢说的？你们到底在怕什么？这项款是城南铁匠家6岁小女儿生辰时，他亲手给打的。前几日他女儿刚被奶嬷嬷请到了东宫做客。这木簪是城西穷书生未过门的妻子亲手削的定情信。这银镯是张幕僚母亲的，锦书的妹妹也正在崔府安安稳稳的当差。侧妃娘娘，小的只是个打铁的，求您放过小的全家吧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他们怕什么？他们怕自己捧在手心里的人，因为自己的一句嘴快，落得个万劫不复。我们坏种做事，向来信奉先把刀架在对方软肋上，收钱办事，反悔可不行吗？殿下，臣妾真的没有做过。你撒谎！你们撒谎！你们撒谎！说，怎么回事？谁胆敢撒谎？格杀勿论！侧妃娘娘，求您别再逼小的了。小的就是个打铁的，这辈子本本分分，从来没见过什么绣剑，更别说给太子妃定制暗器了。皇后娘娘，是前几日侧妃娘娘的人找到小的，给了50两银子，逼小的认下这话，还威胁若不答应就烧了我的铺子，让我一家老小流落街头。我鬼迷心窍才做了伪证，求您饶命啊！你胡说！明明是崔婉的人找的你，是你亲口跟我说，是他逼着你打的绣剑。你收了他的钱，现在反过来咬我一口。侧妃娘娘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啊！我连太子妃娘娘的面都没见过，哪里敢做那种杀头的东西？是您的人拿着刀架在小的脖子上逼的呀！这就是人心。嬷嬷，我没事。母后，殿下，别难为这位铁匠师傅了，他也是被逼无奈。侧妃妹妹出身清风寨，最擅长打打杀杀，一个普通手艺人哪里敢违逆她？清风寨几百条人命，那是燕郎心里永远的刺。沈绿莹能背叛生养自己的父母乡亲，自然也能威逼无辜百姓。你说，你告诉他们，是崔婉让你写的画本子，是他给你银子毁殿下名声的。殿下，娘娘，学生冤枉啊！学生这里有侧妃给的50两定金，还有他亲笔写的字条，是他让学生把殿下剿匪的往事编成艳词画本，再再造给太子妃。
沈绿莹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这不是我写的，燕狼哥哥，这不是我写的，燕狼哥哥，这不是我写的。没人知道，我待在家里装人淡如菊的时候，因为太无聊，练就了能复制任何笔记的能力。阿婉，你怎么又玩这个？此计太过阴毒，恐遭上位者忌惮，日后绝不可往外透露半个字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真无聊。这一瞒就瞒到了今天。沈绿莹，你是第一个让我施展此计的人。这是假的，这是崔王伪造的。燕狼哥哥，你要相信绿莹，都是崔婉搞的鬼。张大人，你说，你告诉他们真相，是崔婉买通了你，是你亲口跟我说的。你说啊，是不是崔婉让你撺掇殿下找戏班子毁殿下名声的？说啊！殿下，娘娘，臣有罪，臣不该被沈侧妃诱惑，收了她的银子撺掇殿下胡闹，更不该帮着沈侧妃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太子妃娘娘身上。臣猪油蒙了心，差点害了殿下，害了东宫，求殿下娘娘降罪。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，你们都骗我！崔婉，你这个贱人，是你算计好的！我要杀了你！保护太子妃，保护皇孙！绿莹，他们说的可是真的？叶郎哥哥，你信他们不信我？我们从清风寨一路走来，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你不知道吗？是崔婉，全是他设计的。你没事吧？殿下，我没事。您别怪侧妃妹妹，她刚没了孩子，心里难免有气，一时糊涂做了这些，我不怪她的。只是妹妹这般污蔑，我心里实在是委屈。我从未求过什么，只求能帮殿下分忧，护好腹中孩子，从未想过要害谁。阿婉，来人，快传太医！只要母后和殿下信我，我就没事。我信你，姑自然信你。好孩子，委屈你了。沈氏擅妒成性，构陷正妃，搅乱东宫，罪无可赦。即日起打入冷宫禁足，没有哀家的命令，不得出宫半步。不，我没有。绿英，我万万想不到你竟是这样的人，怪我从未看清你，简直疯妇。叶郎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我为了你背叛整个清风记，我为了你没了孩子，没了生育能力，你说过会爱我一辈子的，叶郎。崔婉，你别得意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你做的那些事迟早会暴露的，燕老会看清你的真面目，你不会有好下场的。沈绿行在山寨里打打杀杀的本事或许有，可论起这京城里的阴私算计，他给我提鞋都不配。老奴差点以为今日咱们就要栽在那儿了。那铁匠女儿的项圈，书生妻子的木簪，还有银镯那些，姑娘，您都是什么时候准备的？老奴竟一点都没察觉。从决定买通张幕僚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布好了所有的后手。每一个接触的人，我都要先摸清他的软肋。父母妻儿前程性命，总有一样能拿捏住。沈绿英只看到了他找到的铁证，却看不到我在这些人背后布下的天罗地网。嬷嬷，明日让人去冷宫看看。沈绿妍的份例，按侧妃的规矩，一分不少的送过去。姑娘，他今日差点害死您，您怎么还……皇后娘娘只说把沈绿莹打入冷宫，没说要了她的命。夜郎心里终究是有沈绿莹的，我们何必做这个恶人？留着沈绿莹还有用。一个死了的沈绿莹，只会让燕郎永远记着他的好，念着他的冤。一个活着的被囚在冷宫里的沈绿莹，才会慢慢磨掉燕兰心里的那点情分。
也才会在日后成为我刺向敌人最锋利的一把刀。是，沈绿莹，这场游戏才刚刚开始，既然你惹我，我就陪你好好玩玩。滚！都给我滚！燕狼呢？他为什么不来看我？燕狼当真这么狠心？他连看都不来看我一眼吗？侧妃娘娘，您就别闹了。太子殿下虽说把您打入了冷宫，可您的奋力哪样都没短。这宫里多少失宠的妃嫔，连口饱饭都吃不上。殿下能做到这份上，心里分明还是念着您的旧情。念着旧情？他要是念着旧情，就不会把我关在这个鬼地方，就不会信崔婉那个贱人的鬼话。娘娘，您怎么就不明白呢？如今朝堂上不太平，七皇子虎视眈眈，太子殿下正是需要崔家和太子妃帮衬的时候。您只要安安稳稳地待在冷宫里，不惹事，不生非，等殿下坐稳了太子之位，迟早会想起您的好，把您接出去的。安稳？让我看着崔婉那个贱人占着我的位置，怀着燕狼的孩子，风风光光的做他的太子妃，怎么安稳？我沈绿莹在清风寨当大小姐的时候，她崔婉还在闺房里描红绣花，她凭什么骑在我头上？凭什么？崔婉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还记得当初在清风寨时，我策马扬鞭，快意恩仇。初遇燕狼，他许诺我一切。绿莹，等天下太平了，我定8抬大轿娶你进门，让你做我唯一的妻。燕牢会变成今日这模样，都是拜崔婉所赐的。崔婉最在意她的太子妃之位，那我就亲手毁了这一切。刘嬷嬷，刘嬷嬷，你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娘娘又有什么事儿？我要执笔，我要给燕狼写信，我要跟他认错，我要跟他解释清楚。我当然不是要给燕狼写信，我要写的是给七皇子和淑妃的投名状。崔婉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既然你不让我好过，我们就一起下地狱。崔婉买通幕僚，设计构陷我要告诉七皇子，崔婉这个女人心机深沉，心狠手辣，绝非表面那般温婉。她和燕狼从来都不是一条心。嬷嬷，求你帮个忙，把这封信送到淑妃娘娘宫里，亲手交给七皇子殿下。事成之后，我必有重谢。娘娘，这可是掉脑袋的罪。嬷嬷，我知道你守着这冷宫不容易，只要这事成了，七皇子登基，你就是从龙之宫，到时候荣华富贵享之不尽，不比在这冷宫守着我这个废人强。娘娘放心，老奴一定帮您送到。崔婉，你等着吧。姑娘，夫人让老奴带话，说朝堂上的事儿，有老爷和大儿子在前头顶着，大姑姐也在暗中帮衬。夫人叮嘱您，
只需安心养胎，千万别为了这些劳神费心。爹娘和兄长姐姐总是这样，永远把我护在身后。可他们忘了，我崔婉从来不是什么娇花，我是天生的坏种，最擅长的就是布局杀人。殿下已经半个月没出过这门了，连后院都不踏足，整日对着奏折发愁。沈绿营的事不仅磨掉了燕郎的儿女情长，更让他看清了没有势力的支撑，他的太子之位有多虚浮。坏种守则第6条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借助打力才能拿到最后的胜利。燕郎入局了，这棋局才能真正盘活。爹，河宫案可做文章，盐铁饮可借七皇子之手发难，崔家旧部只需顺水推舟，不必强出头。切记，只贬燕郎，捧七皇子，要让圣上觉得一切皆是百官之意，是民心所向。立刻送出宫去，交到爹手里。姑娘，咱们这么做，万一真的把太子殿下拉下来了，七皇子登基了，对咱们崔家，对您能有什么好处啊？嬷嬷，你觉得七皇子和燕郎谁更适合做这个皇位？这老奴不懂这些朝堂大事，可七皇子有淑妃和张家撑腰，势力可比太子殿下大得多。万一真让他……势力大才会让圣上忌惮。圣上今年已经60有2了。嬷嬷，人越老越怕什么？越怕有人觊觎他的皇位，越怕皇子结党营私，功高债主。燕郎根基不稳，圣上对他本就不满，而七皇子有淑妃圣宠，有张家这棵大树，朝堂半数官员都倒向他。一边是汲汲营营盯着太子位子不放，另一边，若是燕郎能做到以退为进，满口忠孝，不争不抢，在年迈多疑的皇帝眼里，孰优孰劣，高下立见。我要做的，就是给这把火再添上一把柴，让它烧得更旺一点。立刻送走，告诉大哥，按我说的做，切记碰杀。皇上，去年拨下的河宫修缮款被层层克扣，导致黄河决堤，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。督办此事的正是国舅爷。皇上，国舅爷贪赃枉法，草菅人命，太子燕郎监管不力，纵容家亲，难辞其咎。何止河宫案，盐铁专卖亏空，边境护市疏漏，桩桩件件都指向太子平庸无能，不堪储君大任。这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。太子确实仁厚，只是这督办之功，比起七皇子在处理灾情时的果决，终究是差了些。是啊，七皇子体恤百姓，颇有圣上当年的风范。谁？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让你好好在房里养胎吗？殿下在朝堂受了委屈，妾身心里也跟着难受。殿下是储君，是未来的天子，您可不能伤了身子，喝些安神汤，有助缓解脾燥。河宫案只是个引子，只有让燕兰痛彻心扉，她才会按照我给的路乖乖走下去。阿婉，
这满朝文武都在骂姑无能，都在捧老妻，只有你还愿意守在姑身边。殿下，妾身是您的妻子，是未来的皇后，自然要和您夫妻一体，荣辱与共。只是殿下，眼下的形势，众人的心都偏到七殿下那边去了，上头那位也颇有微词，咱们若执意硬来，怕是行不通。阿婉的意思是，殿下，不如以退为进，您主动向圣上请辞太子之位。你说什么？阿婉，你疯了！这太子之位，姑做了这么多年，费了多少心血，你让姑主动辞了？殿下，您先别激动，听妾身慢慢说。殿下想一想，如今局势如何？人心所向又在何处？圣上年来最忌惮的就是皇子结党营私，觊觎皇位。如今七皇子风头正盛，百官都在捧他踩您，殿下觉得君父心里会毫无介意吗？在君父看来，七殿下不过是志向过于迫切，为了那个位置已然深得众人之心，这在君父眼里怕是要强求之举了。上钩了。而您在这个时候主动请辞，说自己能力不足，愿意退位让贤，余生只想留在圣上身边，尽孝膝下。您说圣上多疑了一辈子，他当真会准了您的请辞，眼睁睁看着七皇子如愿以偿吗？不会，圣上绝不会允许有人威胁他的皇权。没错，圣上不仅不会准，反而会觉得殿下淡泊至孝，心里只装着君父，没有权欲。反观七皇子步步紧逼，圣上心里自然会有高下之分。坏种守则第4条，走敌人的路，让敌人无路可走。七皇子想抢，那我就让阉狼主动让。阿婉，姑以前总觉得你只是个温婉柔顺的女子，是姑小瞧了你，关键时刻已经看得如此通透。殿下谬赞了，妾身与殿下荣辱与共，殿下的前程便是阿婉的前程。好，姑听你的。明日早朝，姑便向父皇请辞太子之位。皇上，河宫案调查已定，太子阉狼监督不力，才疏学浅，实在不堪储君大任，恳请皇上改立太子。请圣上改立太子。父皇，儿臣天居储君之位10载，却能力不足，致使河宫案百姓流离失所。儿臣有负父皇，有负天下，七弟文韬武略，更受百官拥护。儿臣恳请父皇恩准儿臣辞去太子之位。儿臣不求权柄，只想日日陪伴父皇，尽孝膝下，此生足矣。此事容后再议。退朝，太子，你随我来御书房。太子竟然以退为进，这一招真是高明啊！这朝堂的风怕是要变了。这些日子倒是难为你了。是儿臣无能，治下不严。那些御史捕风捉影，只会挑拨你们兄弟关系。朕已下旨，将那几个带头填和你的御史通通贬职斥责。儿臣不求其他，只要能侍奉父皇左右，名位皆是虚名。好，忠孝有义，你有些我年轻时的模样了。皇上，臣妾觉得老七那孩子也是为了大局，太子这回确实有错，您不能。谨声，后宫不得干政，是朕往日宠你太过了吗？皇上恕罪，臣妾没有那个意思。朕罚了，你自便吧。
淑妃竟也无法左右皇上的决定，这扳倒太子大好的机会废了。本以为能借河宫案拉燕郎下水，没成想让他一招以退为进，给翻了盘。皇上如今对燕郎圣眷正浓，咱们不能坐以待毙。3日后大朝会，必须破釜沉舟，最后一搏。局势反转，张家必会狗急跳墙。我等的就是你们这最后一搏。这催泪效果够足。姑娘，您好好的查当年想害大少爷和2小姐的同窗贵女做什么，都是陈年旧事了。狗急了总会跳墙的，张家扳不倒燕郎，就一定会把主意打到我身上。我做的那2件事，就是张家手里唯一能攻击我的武器了。坏种守则第9条，永远把事情往最坏处想，提前做好万全的准备。我从不打无准备的仗，既然张家想拿我的过去做文章，那我就提前把坑挖好，等着张家往里跳。皇上，河宫案事关国本，太子燕劳监督不力，如何能放任？老臣恳请圣上顺应民意，改立7皇子为太子。够了，张太傅，你张口闭口改立太子，这天下到底是朕的江山，还是你张家的江山？老臣不敢，老臣绝无此意，老臣句句皆是为了大楚社稷呀！为了社稷，朕看你是为了你张家的荣华富贵，为了你的亲外孙能坐上这个位置。父皇以为太子皇兄真的如表面那般至纯至孝吗？您以为太子妃崔氏真的是那个温婉贤淑、人淡如菊的世家典范吗7皇子这是要做什么？这不是把天家的脸面置于何处吗？老七，你想说什么？儿臣想说，太子皇兄早已被崔氏蛊惑，这个崔婉根本就是个从小心机歹毒、心狠手辣的天生坏种。老七，你放肆！竟敢当众污蔑太子妃，诽谤皇家眷属！皇兄，我是不是污蔑？您问问您那位好太子妃就知道了。崔氏刚及笄那年，一剑捅死锋芒，挖下马的眼珠子，放到贵女的餐盘里，硬生生把人吓疯，彻底毁了人家一辈子。不久后，他又篡改他大哥同窗的情诗，送给了最厌恶南风的镇北王，害得那名同窗被镇北王囚禁，错过了秋闱。父皇，如此心狠手辣、睚眦必报的毒妇，如今却成了我大楚的太子妃。她撺掇皇兄耽于席乐，构陷侧妃沈氏，又暗中联合崔家在朝堂上兴风作浪，包藏祸心。父皇，这样的女人如何能母仪天下？皇兄被这样的女人蛊惑，又如何能担当储君大任？女子挖马眼，这简直是闻所未闻的恶行。若真如此，崔家当真是欺君太甚。宣太子妃上殿。宣太子妃上殿。儿臣崔婉参见父皇。崔婉，老七方才所言，你可都听清楚了？回父皇，儿臣都听清了。那你告诉朕，他说的这些残忍之事，可是真的七皇子大概以为我会百口难辩，在满朝文武面前暴露丑态。可惜我崔婉从来不给自己留绝路。回父皇，是真的。阿婉，你……父皇，您听到了吗？他自己承认了，他就是个恶事做尽、天生坏种的毒妇。崔婉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
在这金銮殿上认下此等恶行，你可知后果？儿臣自然知道，但儿臣承认亲手杀马，毁人前程。若重来一次，儿臣依然会这么做。七皇子殿下，您说的这2件事，确实是儿臣做的。只是儿臣想问问殿下，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就敢在金銮殿上断章取义，污蔑儿臣，是谁给您的胆子？事到如今还敢狡辩，铁证如山，你这种心狠手辣的毒妇还有什么好说的？铁证如山，那殿下可知道击毙那年我为何要吓那贵女？因为她给我长姐的马下疯药，想让长姐坠马摔断双腿，毁掉她一辈子。若非儿臣反应快，一剑刺死疯马，那日粉身碎骨的便是长姐。她想毁长姐一辈子，我不过是让她付出了代价，何错之有？难不成在殿下眼里，我崔家的女儿就该站在那里任人宰奢，不能还手吗？再说那同窗，殿下只知道儿臣毁了那人的前程，可您知道吗？那同窗嫉妒我大哥才学，怕秋闱被压一手，故意用南风之事扰乱大哥心智，想毁了他的秋闱。我大哥为人宽厚，不忍戳破龌龊，但我崔婉眼里容不得沙子。他想毁我大哥前程，我就先毁了他的，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父皇，儿臣从未主动害过一人，但若有人想断我亲生手足的前程性命，儿臣便是拼了这坏种的恶名，也要护家人周全。圣上多疑，最恨结党和算计。我把这恶行包装成护短，在圣上眼里，这便不再是狠毒，而是至纯。崔婉，你少在这里巧言令词！你暗中联合崔家，在朝堂上大肆捧我踩太子皇兄，难道不是包藏祸心，想看我们兄弟相残？你设计陷害沈侧妃，把沈绿云打入冷宫，难道不是心狠手辣，铲除异己？哼，我等的就是他这句话。父皇，儿臣这里有一样东西，想呈给父皇看看。看过之后，父皇就知道到底是谁在暗中勾结，包藏祸心。呈上来。混账！真是混账！七皇子殿下，您大概还不知道吧？被您拿来当枪使的沈侧妃，早在冷宫里就给您写了亲笔信，把儿臣所有的阴谋诡计都告诉了你。也是沈侧妃在信里跟您通风报信，告诉您崔家在朝堂上的动作，引诱您在大朝会上发难，对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沈绿莹大概忘了，冷宫的刘嬷嬷是皇后娘娘的人。从她让刘嬷嬷送信的第一时间，那封信就到了我的手中。七皇子殿下，您和沈侧妃暗中勾结，借着她提供的消息攻击太子殿下，攻击儿臣，想趁机夺取太子之位。父皇，儿臣没有，崔氏血口喷人，他在撒谎。够了！铁证如山，你还敢狡辩？为了太子之位，你竟然勾结冷宫罪妇，构陷储君，挑拨离间，你还有什么不敢做的？父皇，儿臣身为太子妃，所做一切皆是为了殿下，为了皇家颜面。儿臣护着家人，护着夫君，从未有过半分私心。倒是七皇子殿下为了储君之位不择手段，甚至联合外人动摇国本，实在是让儿臣心寒。众卿都听听，什么叫母仪天下，什么叫皇后气度。崔氏护家人，护夫君，明事理，辨是非，这样的品质
才配做我大楚未来的皇后。反观老七，心思歹毒，不择手段，结党营私，觊觎楚位，简直不堪大用。这场朝堂对峙从一开始我就赢定了。父皇，儿臣冤枉，儿臣真的冤枉。完了，张家费尽心机扶持了这么多年的七殿下，彻底完了。张太傅，你3番5次逼朕改立太子，这大楚的江山到底是姓燕还是姓张？圣上，老臣罪该万死，是老臣猪油蒙了心，求圣上开恩，饶了张家这一回吧。开恩？结党营私，撺掇夺嫡，动摇国本，桩桩件件都是抄家灭族的大罪。干脆，我燕氏的江山拱手让与你张家得了。此后张家彻底倒。诏曰：免去张太傅所有职务，收回御赐封号。张老太爷被抬回府里当夜，写下了一封谢罪奏折，便悬梁自尽，以死谢罪。张家大老爷当机立断，举家迁回山西老家。曾经权倾朝野的张家，一夜之间树倒猢狲散。至于七皇子，废去爵位，贬为庶人，永世圈禁，再无夺嫡的机会。阿婉，你听到了吗？老七倒了，张家散了，这次多亏了你。若不是你，我这次怕是真的要栽在他们手里了。阿婉，你真是我的福星。福星？我不过是帮崔家扫清了朝堂上的障碍，更让我自己彻底坐稳太子妃的位置。这场棋局里最大的赢家，从来都不是燕朗，是我，崔婉。殿下说笑了，这本就是我该做的。只是还有一件事，需要殿下您亲自处理。什么事？冷宫的沈侧妃和七皇子暗中勾结，通风报信，险些害了殿下和整个东宫。这件事总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你说的对，过去是我太心软了。来人，传我的令，冷宫沈氏勾结废皇子，构陷储君，罪大恶极。即日起，免去沈氏所有侧妃份例，只留一口饭吃，不许任何人探视，让他在冷宫里好好反省。领命。沈绿莹，你想借刀杀人，就要做好背刀反噬的准备。殿下莫要动怒，伤了身子，阿婉会心疼。沈绿莹，你最在意的就是燕郎的那点情分，现在我亲手帮你把它磨没了，你冷宫里的苦日子才刚刚开始。燕郎哥哥，你为什么不来看我？我是被冤枉的，是崔婉设计陷害我，你快来看看我。燕郎，我为了你背叛清风寨，背叛了所有亲人。我以为我嫁给了爱情，可最终你将我捧上云端，又亲手把我摔进地狱。燕郎哥哥，崔婉，我要杀了你，杀了你！阿婉，这就是咱们的嫡长子。
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皇长孙，这孩子气度不凡。燕郎，这孩子便叫燕佑吧，小名阿佑。传朕旨意，册封皇长孙燕佑为皇太孙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阿佑周岁后，父皇的身体垮了。阿婉，父皇已下旨禅位，若没有你，孤断不能有今日。下个月的登基大典，你便是大楚唯一的皇后。封印在手，江山在怀，燕良，这只是个开始。外面是什么声音？告诉我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去问啊！去问外面在干什么？为什么这么热闹？新皇登基，皇后崔氏极其宽厚，大赏皇宫上下，皇太孙也可爱极了。登基了，燕郎他做皇帝了。绿莹，以后若是我做了皇帝，你便是唯一的皇后。他说过，他的皇后只能是我。可现在，开门！放我出去！我要见燕郎！放我出去！又发疯了。崔婉，你占了我的位子，生了我的孩子，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！开门！放我出去！我要见陛下！我要见燕郎！你们放我出去！安分点儿，陛下有旨，不许你踏出冷宫半步，再敢喧哗，就断了你的吃食。我终于明白了，燕郎不是不知道我在这里，不是忘了我，他是根本不想见我，不想再跟我有任何牵扯，他心里早就没有我了。清风斋，诺言，燕郎。太上皇驾崩！什么声音？我是要死了吗？2年了，燕兰没来看过我一次。嬷嬷，帮我把这个东西交给陛下，求他来见我最后一面，求求你。燕郎，我沈绿莹哪怕是死，也要死在你的眼前。这是先帝当年赐给陛下的那枚狼牙吊坠。陛下，冷宫里那位快不行了，这是他让老婆子递出来的，求您见最后一面。你愿意跟我回去吗？这是我母亲留下的遗物，送给你，就代表我这辈子非你不娶。
郎。这2年，后宫女人越来越多，可再也没有一个人能像绿莹那样毫无保留地爱着我，为了我付出所有。哀家，冷宫。沈绿莹住的地方竟然是这个样子。当初我下旨留沈绿莹一口饭，却没想到底下的人竟然敢苛待至此。绿莹，夜郎哥哥，你终于来看我了，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是我来了，对不起，绿莹，是我来晚了。不晚，燕郎能再见你一面，我死也瞑目了。燕郎哥哥，还记得清风寨的后山吗？那时候你说要一辈子陪着我。绿莹，我对不起你。不，燕郎哥哥，不是你的错，是崔婉，我到死都要告诉你，当年的事不是我做的，那些全是崔婉设计的。是他买通了幕僚撺掇你犯错，是他设计陷害我。他从来不是表面上那般温婉贤淑，他心机深沉，心狠手辣，你一定要小心。绿玲，我被关了2年，受尽了苦，我不怕死，我就怕你被他蒙在鼓里，被他骗了。绿莹，绿莹，绿莹。崔婉心狠手辣，他设计陷害我，你会被他骗一辈子。崔婉，你真的如表面那般温婉贤淑，一心为孤吗？以妃嫔之礼，将绿莹葬入皇陵。是。娘娘，陛下刚从冷宫回来，沈侧妃断气了。死了？死的正是时候。可陛下在冷宫待了许久，出来时神色不对，还下令以妃嫔之礼厚葬那沈绿莹。老奴瞧着，陛下对娘娘似乎生了戒心。只要我是大楚的皇后，只要我的阿幼还坐在太子位上就够了。嬷嬷，陛下既然心里不痛快，总得求个长生慰藉，让他迷上炼丹，咱们的计划也该开始了。他心里的怀疑像种子一样生根发芽，放下吧。他开始疏远我，朕待会儿再喝。防着我，但我根本不在意。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。太子殿下聪慧过人，过目不忘，真乃大楚之幸。先帝不过驾崩1年，太后思虑成疾也崩逝了。太后是燕郎在这个深宫里最后的依靠，多管齐下，燕郎开始崩溃了。这都1个月了，陛下不出门不上朝，整日酗酒，这怎么办啊？绿莹，封你为迎嫔，赐居瑶光殿，封柔贵人，接入宫中。你也像，纳入后宫。陛下，您广大妃嫔远离朝政，
此乃社稷之祸啊！请陛下远离女色，重整朝纲。放肆！谁再多言，革职查办。来人，拖出去！陛下，陛下！娘娘，陛下这是疯了！为了个死了的沈绿莹，弄了这么多不干不净的女人进宫，您怎么也不管管？他想折腾就让他折腾去，我懒得管，也管不着。只要他不影响阿佑的太子之位，想找多少替身都跟我没关系。正好我可以借这个机会，把后宫和前朝的势力牢牢抓在自己手里。娘娘，您怎么能这么想？万一那些狐妹子吹枕边风，动摇了太子殿下的位置，可怎么办？他们若有那个胆子，尽管试试。陛下，您看臣妾这一马，比当年的清风寨如何？像，太像了。传旨，柳昭莹继位柳妃，赏明珠100颗。陛下，臣妾这辈子能伺候您，已是天大的福分。可臣妾这心里总是惶恐。绿莹，不，柳儿，你有何惶恐？臣妾身份低微，就怕万一哪天臣妾走了，咱们的锦衣无依无靠。太子殿下聪慧，若是他将来，锦儿该如何自处？陛下您看，锦衣的眉眼像不像那个人？像，这一定是他回来看朕了。娘娘，那柳昭仪入宫不过1年，就从才人爬到了昭仪，如今更是进了妃位。她日日吹枕边风，陛下已经3天没合眼了，尽在那儿听她哭诉。那柳昭仪的野心倒是长得快，不过这正是我想看到。陛下驾到！燕郎已经很久不来坤宁宫了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来者不善。陛下万岁！阿婉，朕今日来是要告诉你一件事。朕想废掉阿佑的太子之位，改立二皇子为太子。奴婢一时失手，陛下娘娘恕罪。陛下能告诉臣妾为什么吗？锦儿，他是绿莹当年失去的那个孩子，转世回来的。阿婉，无论如何，你我都亏欠了绿莹，亏欠了那个孩子。不若把太子的位子让给他，也算全了朕与绿莹的情谊。你觉得如何？我觉得不咋地，并且我觉得燕郎你是真的活够。坏种守则第10条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既然你自己找死，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时间到了，这尾巴该收齐了。陛下，废立储君事关国本，容臣妾好好想想。3日后，臣妾定给陛下答复，如何？好，朕给你3天时间。阿婉，你向来深明大义，朕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。娘娘，陛下他疯了，他竟然真的要废太子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还能怎么办？他既然不想活了，我就送他一程。娘娘，你是想……他今天能提出废太子，明天就能废了我这个皇后，甚至能杀了我们母子给他的亲生人赎罪。与其等着被他逼到绝路，不如坏种守则第10条，先下手为强。事实上，从燕郎开始寻找沈绿莹替身的那天起，我就在准备了。我早料到他迟早会为了沈绿莹触碰我的底线，只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。单独还没积累够呢，那就只能下重手了。去，把这千居银取出来，混入燕郎的参汤里。千居银无色无味，溶于酒水，喝下后不会立刻发作，只会一点点掏空身体。这药确实合适。15日后，五脏六腑俱碎，表面看去就像是纵欲过度，即便是太医院也绝对查不出任何中毒的痕迹。
谁让他这么爱沈绿莹，只好成全他，送他去跟沈绿莹团圆了。陛下，这是臣妾亲手熬了几个时辰的补汤，您快趁热喝。哎呦，皇后娘娘真是勤快。不过这太子之位马上就要让出来了，娘娘若是识趣，这后宫之首的位置也该早做打算。好了，昭仪，阿婉也是一片心意，朕说了，王后要和睦。陛下能喝下去，臣妾就安心了。半个月后就让锦儿当太子，崔婉，等我儿登基，就是你们母子的死期。好了，别生气了。江南正好进贡了一批蜀锦，我都给你。那还差不多，2个将死之人罢了。陛下，此丹乃9转金丹，集天地精华，服之可强身健体，羽化登仙。好，朕感觉浑身燥热，似有无穷之力。这仙丹里全是朱砂重金属，它与千宗饮相辅相成，会让死亡来得更悄无声息。朱砂与千居饮相辅相成，就算日后验尸，也只会查出是服用丹药过量而中毒，绝不会牵扯到我头上。太医快来，皇上吐血了。陛下脉象虚浮，乃纵欲过度损伤根本，加之仙丹内火攻心，已是油尽灯枯之兆。陛下，燕郎，你倒下的时间比我预想的还要准时。陛下，你一定要坚持住，苑嫔不管用什么名贵药材，一定要救回陛下。谁能想到送你上路的正是我？陛下，该喝药了。陛下，感觉好点了吗？这药难受，难受就对了。陛下，你就该上路了。你叫朕上路？陛下难道没听过一句话吗？温柔刀，刀刀割人性命。你猜对了，沈绿莹是我杀的，但刀是你递给我的。那封告密信，那些翻供的人证，还有你日日服用的仙丹，全是我一手操办。你以为你是在求长生，其实你每一口吃下去的都是宿命的砒霜。毒妇，你竟敢！我敢做的还多着呢。你想废了阿佑，改立那个替身的孩子？燕郎，你放心，等你咽了气，我会送柳昭仪去地狱给你陪葬。啊，我爹劝过你的，别娶我，你非是不听呢。喏，这就是你不听老人言的下场。娘娘，陛下，您这一撒手，让臣妾母子可怎么活呀？太后娘娘，真乃古今罕见的贤良淑德啊！对先帝这份情谊，真叫臣等汗颜。太后娘娘节哀。新帝年幼，这大楚的江山社稷还指望娘娘撑着，万请保重龙体。
诸位大人，哀家没事，只要阿幼能坐稳这位子，哀家便是随了先帝去，也心甘情愿了。新帝年幼，无法亲政，臣等恳请太后娘娘以社稷为重，垂帘听政。恳请太后垂帘听政。哀家本想在后宫为先皇帝守灵，为了先帝基业，请娘娘切莫推辞。请娘娘切莫推辞。难怪男人互拼生死也要争夺这皇位，这权力的滋味确实令人着迷。但垂帘听政的日子并没有想象中那般一帆风顺。娘娘，那帮御史实在是太放肆了。那个李御史天天在朝堂上引经据典，骂您披机刺臣，说您祸乱朝纲。他甚至还带头扬言要死谏逼您归正，您得好好惩治他们呀！女子不得干政，否极司臣，死谏。我们坏种偶尔也会有善心作祟的时候。既然他们这么想死，那我就满足他们的愿望好了。太后娘娘，否极司臣，江山危矣。臣等恳请娘娘撤帘归正，还政于陛下。若娘娘不从，臣等今日便撞死在这太和殿的柱子上，以死明志，以谢先皇。李大人，你当真要以死谏？臣心意已决。娘娘若不退位，臣今日绝不活着走出这大殿。好，既然李大人一心求死，哀家便成全你。刺匕首，记得往脖子上方磕，那里血多，省得补第二下。利落，匕首给他。怎么？李大人方才不是还说要以死谢先皇吗？请吧。陛下饶命！除了李大人，还有谁要死谏的？今日哀家兴致好，一并成全了，省得往后麻烦。臣罪该万死，臣老糊涂了，求太后娘娘饶命。这就是所谓的清流，所谓的死谏。哀家向来最是成人之美，既然你有心，那就去给先帝守皇陵吧，好好跟他叙叙旧。谢太后娘娘恩典。太后圣明。这一日，他们看清楚了，跟我作对是什么下场。我崔婉天生坏种，睚眦必报。从前为了家人，我装了10年的人淡如菊，忍了10年的不争不抢。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如今我手握权柄，君临天下，再也不用伪装，再也不用忍让。这大楚的万里江山，终将在我手里开启一个新的时代。